嗨，大家好，我是小安。最近，如果你有关注美股，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曾经被无数投资人嫌弃，甚至一度被认为快掉队的英特尔，股价突然开始暴涨。很多人都懵了，因为过去几年大家聊 AI 聊的是英伟达，聊 CPU 被吐槽最多的也是英特尔，甚至很多年轻观众可能都已经忘了。英特尔曾经是整个科技行业真正的王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沉寂了这么久的英特尔突然又起飞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真的能翻身了吗？还是只是 AI 泡沫下的一次短暂狂欢？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聊一聊英特尔这家公司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先来重新认识一下那个曾经统治世界的英特尔。英特尔成立于1968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它最核心的产品就是 CPU。在芯片世界，英特尔曾是绝对的霸主。后来，英特尔不断发展壮大，在1971年迎来公司历史上第一个转折点，推出首款商用微处理器 Intel 4004。虽然它只是一个4位处理器，速度只有740K 赫兹，但它的计算能力已经相当于二战时期占满整个房间的超级计算机 ENIAC。真正让英特尔登顶的是后来的个人电脑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英特尔开启了长达10年的空前增长。它和微软曾组成一个叫 Wintel 的联盟 ，Windows Intel。简单说就是微软写软件，英特尔做硬件，两家公司统治了办公和家用电脑几十年。2000年后，高端微处理器的需求增长开始放缓，竞争对手 AMD 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说起英特尔和 AMD 的竞争史，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科技大厂相爱相杀爽剧。他们的竞争可以分为3个主要回合。第一回合是2000到2005年 ，AMD 完胜。2000年左右，英特尔是绝对的霸主，但它推出的奔腾4处理器因为设计缺陷，虽然频率高，但功耗巨大，被戏称为大火炉。就在这个时候，AMD 抓住了机会。AMD 的速龙处理器率先突破了1G 赫兹主频大关，抢走了英特尔速度之王的桂冠。就在英特尔试图推行自己昂贵且不兼容老软件的64位技术时，AMD 又推出了速龙64。它不仅性能更强，还能完美运行旧的32位软件。这一次，连微软都站在了 AMD 这边，逼得英特尔不得不反过来模仿 AMD 的标准。这一时期 ，AMD 的市场份额飞速增长，甚至在技术口碑上全面碾压了英特尔。第二回合，2006年到2016年，英特尔王者归来。感到危机的英特尔彻底抛弃了发热巨大的旧架构，开启了工艺和架构轮换战略。2006年，酷睿威架构发布，性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英特尔利用雄厚的资金优势，不仅在技术上反超，还通过 Intel Inside 贴纸和巨大的渠道影响力，让 AMD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AMD 这一时期在技术路线上走错了路，导致性能不增反降，公司几度濒临破产，甚至被迫卖掉总部大楼换现金。此时的英特尔几乎处于垄断状态， CPU 换代只提升一点点性能，消费者也不得不买。第三回合，2017年至今 ，AMD 咸鱼翻身。后来剧情再次反转，2014年，苏姿丰接管了 AMD， 在他的带领下 ，AMD 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开发全新的架构 Zen 架构。2017年 ，AMD 发布了锐龙系列，这次他抓住了英特尔挤牙膏式升级留下的空档。以极高的性价比和多核心的优势，瞬间赢回了发烧友的心。
与此同时，英特尔却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遭遇了严重的10纳米工艺节点问题。英特尔原本领先全球的制造优势开始消失， AMD 则转向台积电代工，凭借更先进的制程 ，AMD 在能效比上反超了英特尔。英特尔和 AMD 的强弱之争，在2026年的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极其复杂的全方位对垒。两者不再是单纯的性能高低之分，而是在架构路径、制造工艺和 AI 生态上各有所长。关于这两者的对比，我们后面再找机会讲，今天这里就不展开了。过去几年 CPU 显得疲软，主要是因为大家的目光都在英伟达的 GPU 上，但人们后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GPU 虽然负责大规模并行计算，但整个 AI 系统里，数据调度、数据预处理、内存管理、逻辑控制、任务分配这些核心工作依然高度依赖 CPU。如果 CPU 性能跟不上，再强大的 GPU 也会处于饥饿状态。业界逐渐认识到 CPU 正在成为 AI 的瓶颈。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业界正推动将 AI 计算从云端转移到本地设备，也就是你的电脑和手机。这样，一方面可以把算力分摊到用户自己的 CPU 或 NPU 上，从而节省云端算力；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个人私密数据泄露的风险。AI 任务开始从云端向本地分流，带来了人们对 AI PC 的高需求，而这恰好给了英特尔机会。英特尔最新的 Core Ultra 系列处理器不仅有传统的计算核心，还集成了专门处理 AI 的 NPU。全球数亿台旧电脑无法顺畅运行本地 AI 模型，这引发了自2020年远程办公以来最大的硬件升级需求，直接拉动了英特尔的核心业务。我们再来看一下英特尔非 PC 业务的发展。简单来说，非 PC 业务指的是我们熟悉的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 CPU 之外所有赚钱的业务，主要包括数据中心、自动驾驶、物联网与边缘计算以及芯片代工几个方面。目前最成功的是数据中心业务，主要是给云服务巨头、企业客户提供至强系列处理器。在2013年前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如日中天，全球个人电脑也就是 PC 出货量连续多年萎缩。如果英特尔死守 PC 业务，它的营收将随着市场萎缩而下滑。英特尔在时任 CEO 布莱恩·科兹安尼克的带领下，开始大力投资非 PC 业务。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和谷歌云在这一时期进入急速扩张期，而英特尔的至强处理器几乎垄断了当时全球90%以上的服务器市场。数据中心业务的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个人电脑业务。随着该业务占总营收比例不断提升，投资人对英特尔的估值逻辑从夕阳 PC 公司转向了云计算基石。随着投资非 PC 业务，英特尔在个人电脑萎缩的背景下，依然实现了总营收的连年增长。到科兹安尼克任期结束时，非 PC 业务的营收占比已接近50%，让英特尔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这种转型成功说服了华尔街，将英特尔视为一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公司，而不仅仅是卖 CPU 的五金店。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英特尔股价的稳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特尔的代工业务，这是2026年英特尔翻盘的关键。英特尔代工业务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0年以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英特尔奉行的是垂直整合制造模式，简称 IDM。工厂只生产自己设计的芯片。当时英特尔的制程工艺，比如22纳米、14纳米，领先全球，
工厂是他压制 AMD 等对手的最强武器。这时候他完全不屑于给别人代工。第二阶段，2013到2018年，随着个人电脑市场放缓，英特尔开始尝试利用过剩的晶圆厂产能。2013年，英特尔成立了定制代工事业部，并与 Altera 达成协议，采用14纳米工艺为其生产芯片。到了2018年，由于10纳米工艺遭遇严重的技术瓶颈，英特尔连自家的芯片都供不上货，根本无力照顾客户。这一时期的代工业务在2018年宣告关闭。第三阶段是从2021年到2025年。2021年，工程师出身的帕特基辛格回归担任 CEO， 正式开启了 IDM 2.0 战略。英特尔不仅要做最强的设计商，还再次开放了自己的工厂，为亚马逊、高通等外部客户代工芯片，直接挑战台积电。英特尔在这一时期开启了疯狂建厂模式，包括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厂，以及在德国马格德堡投资170亿欧元。2024年，英特尔正式将代工部门财务独立，目的是为了吸引苹果、高通等潜在客户，消除他们对既是对手又是供应商的顾虑。由于晶圆厂建设成本极高，加上个人电脑需求萎缩，英特尔在2024年第二季度亏损达到16亿美元，并宣布裁员1.5万人。很多投资人当时觉得英特尔是不是快不行了？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2025年至今，风向开始变了。这一阶段是英特尔代工业务真正看到前景的时刻。这里的钱是金钱的钱。18A 工艺开始量产。2025年10月，老对手 AMD 开始与英特尔洽谈代工合作。英伟达在2025年底向英特尔投资50亿美元，并开展 CPU、GPU 合作。2026年4月，英特尔宣布以142亿美元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手中回购爱尔兰工厂49%的股权。以上这些信息向市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英特尔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美国政府在2025年8月通过特朗普政府的89亿美元投资，直接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除了台积电和三星等领先厂商之外，英特尔是唯一一家能够生产人工智能所需最先进微芯片的美国芯片制造商。考虑到全球92%的先进芯片产自台湾，美国政府投资是为了确保在极端地缘政治风险下，美国依然拥有自主的尖端芯片供应线。这也预示着未来美国政府及其供应商的订单，比如国防、航空航天等，将优先流向英特尔，形成一个受保护的生态圈。在追求供应链安全的今天，大客户比如谷歌、微软、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为了分散风险，必然也会将订单流向英特尔，以减少对单一地区代工的依赖。所以回到我们视频一开始的问题，英特尔的股价像坐火箭一样上涨，到底是为什么？抛开里面投机的成分，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结果。天时是生成式 AI 爆发导致 CPU 需求量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和涨价的情况。地利是美国政府推动供应链安全，开始战略性扶持英特尔。人和是新的管理层的务实战略，让英特尔在制程技术，比如18A、14A 上实现了超车。天时、地利、人和，让英特尔成为 AI 时代最大的逆袭者。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